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所谓的自恋型人格跟自恋狂的差别。在我们讨论之前，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心理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所谓的自恋狂跟自恋型人格的不同。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哦，我身边这个人超自恋的，又或者是超自大，非常的有自信，这个人是不是有自恋型人格？我们在另外一个影集里头会提到所谓的自恋型人格的一个诊断的准则。那我们必须要在9项特征当中呢，至少要有5个有符合，你才会有可能是有所谓的自恋型人格的倾向的人，这个是第一个条件。所以他必须要非常自大，然后对别人没有同理心、没有同情心，然后又很容易剥削别人，然后觉得自己就是非常的 entitled， 值得所有最好的，然后永远都觉得自己是 VIP 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自恋型人格的一个特征。自恋狂又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解释，就是呢，有自恋型人格的人呢，通常都是个自恋狂。但是呢，有自恋狂的这种特质的人呢，不见得会是自恋型人格疾患。为什么呢？在我们诊断准则里头呢，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重要。这样子的一个自恋型倾向的一些特征呢，已经造成他们在人际关系、工作还有生活机能方面严重的影响。还有最后一点是，他们自己本身感到非常的困扰。哈，这就重点来啦，他要自己本身感到非常的困扰才行啊。那如果说这个人很自恋，然后他又觉得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因为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剥削身边的人，然后利用身边的人，然后这个利用完了，好，这个人被他伤害了，滚了，下一个。那他没有觉得他自己做错什么，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他觉得一切都很好的话，他不会到我们诊所来，我们就没有机会对这个人有所评估，然后做出这样子一个诊断。所以可能有自恋狂这样子的人，或者是非常狂妄自大的人呢，可能到处都是，但是不是每一个这样子的人都会被诊断。And that is why，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差别。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人他们不来做心理治疗，或者是他们不来心理诊所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他们做这样子一个诊断。那其实就造成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被诊断他们是不是有自恋型人格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也有人问了，那自恋型人格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共病？例如说他可能会不会除了有自恋型人格之外，还有其他的心理疾病？有的。在我们临床的统计上呢，一般来说我们会比较常见的就是物质的滥用。那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所谓自恋型人格的人，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必须要透过药物、酒精，然后药物的这样子的使用，让他们有一种飘飘然、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居高位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很嗨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就很享受这样子的部分，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去使用。所以我们蛮常见，就是他们在物质滥用这个部分是很常见的一个共病。那第二个呢，就是 depression。在我们另外一个影集有提到，就是有不同种类的自恋型人格。那在其中一种就是 covert， 所谓的比较隐形的这种自恋型人格，你在一开始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都不会感觉到他们是多么的狂妄自大，他们表现出来的比较是那种都没有人喜欢我做的这个作品，我这么就是努力的做这些东西都没有人欣赏，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然后因为这样子的特质呢，他就是其实内在是觉得自己非常好，但是因为非常的脆弱敏感，所以就觉得大家都没有看见他的好，世界上的人都在对不起他，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不懂他的美好这样。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尤其是男性，比较容易会展现出来比较像是忧郁症，所以可能在临床上呢比较没有常接